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大戰線的主題來看到美伊第三波大戰正式的又在開打了。這一回 MQ9 的機庫遭到炸團滅了嗎？再來看到美軍猛轟格什姆島，但是革命衛隊沒有手軟，以眼還眼，狂轟美軍，總共是5大基地。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首先歡迎在場來賓，前立委孫大千委員，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好，還有前海軍艦長呂禮詩艦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開始前，幫我們記得節目按讚，並且留言區可以希望跟我們互動，寫下思敏你在哪一個城市收看，記得了。可以在留言區寫下熱推，或者是按下熱推。今天美伊戰事再次的來看到的是我們的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好，來看到第一個，美軍呢狂轟這一次的範圍，第3波攻擊是格什姆島，伊朗立刻展開了以眼還眼的一個全新的報復行動，全面反擊。這一次同步出動的有飛彈、無人機之外，攻擊的是美軍最害怕的，一共是來到了5個美軍的基地都被攻擊。這場戰爭是伊朗把美國壓着打嗎？第二件事情，我們剛剛提到的嘛，美軍打的是格什姆島，在這邊狂轟了12枚的飛彈，是要摧毀伊朗在這邊控制全球油路的致命武器，能做到嗎？第三件事情，川普希望靠着談判降溫，但是現在看起來好像油價完全沒有辦法停下來，失控了嗎？會不會成為川普最大的政治危機？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再來看到的是美伊的衝突第3波高強度的交火。美軍在美東時間12日的下午5點，也就是台灣時間今天的清晨，發動了新一輪的大規模空襲行動。這一次的空襲時間超過了整整3個小時，首度的投入了單向的攻擊無人艇來參戰哦，等一下會來一起看到。稍早我們先來看到呢，美軍又再次把目標鎖定在伊朗的波斯灣戰略中心，也就是格什姆島，一口氣發動了12枚的飛彈，創下和談以來最猛烈的一波攻勢。鎖定的目標我們來看到，包括了伊朗的飛彈沿海防空系統、布置雷達、暗制雷達站，還有飛彈的發射陣地、無人機基地。革命衛隊在這邊布陣的小型快艇群，目的是要削弱伊朗控制荷姆茲海峽的一個能力，也確保美軍自己的部隊、他的艦隊都可以好好的在這邊做布局，掌握軍事的優勢。但是另外一邊，美軍才剛炸完，我們剛剛提到的伊朗這一次發動的叫做以眼還眼的一個行動，光是這名稱聽起來就已經很可怕。我們來看到具體內容。它炸的包括了5國的美軍基地，現在來看到包括了在科威特的美軍基地。這邊呢，它攻擊的愛國者防空系統、長程預警雷達、約旦的美軍基地。我這邊有許多的這個 MQ9 死神無人機在這邊都放置的一個重要機庫。再來阿曼的這個美軍設施攻擊它的航母後勤支援中心跟加油平台。最後是卡達的美軍基地，瞄準的是戰機的維修中心哦。伊朗放話，過去美軍的 MQ9 死神無人機都是在天空被擊落的，這一次你是連停在機庫裡面都變得不再安全了。今天節目一開始來先請教委員怎麼看了伊朗的這一波全新的攻勢，又快又猛，現在跟美軍看起來是在比一場耐力戰哦，誰會先撐不住呢？美國在這樣子雙方看到這個伊朗跟美國不斷的消耗之下，真的占得到便宜嗎？委員怎麼看？對，這就是我們提到的這個地緣政治的關鍵問題嘛。地緣政治講的就是地緣2個字哦，這個是永明兄是專家了。那什麼叫地緣呢？如果用白話文講，叫做主場優勢啊，就是美國是千里迢迢的跑到這裡去打伊朗，伊朗就在自己家門口跟美國打哦，所以伊朗完全是有主場優勢的。在這個主場優勢之下，我們已經提過了。所有相關資源的調動美國相對來伊朗來講都是非常辛苦的，所以伊朗非常聰明啊。伊朗在跟美國在這一波的這個衝突過程當中，他就只要精準的把美國在這個中東地區的這10幾座基地再掃一遍，然後來把相關的設施再進行一次全面的打擊。那麼，然後呢，甚至用這個大量的飛彈去攻擊美國的航母的這個艦隊，讓這個航母不得不往後撤退。那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接下來的兵力調度就會發生困難了。所以其實我剛才看到是5國被打擊的時候，我心裡在想說，
沙烏地阿拉伯這是變聰明了，他一定私下跟伊朗有什麼樣的協議所以從打到現在開始你沒有看到沙烏地阿拉伯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在被打了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接下來你說中東的這些國家還敢讓美國去使用它的基地去攻擊伊朗嗎？那就算敢，那些基地也不敷使用了，沒有了這些基地，美國的兵力該怎麼調度呢？所以這是對伊朗來講，第一個就是主場優勢。第二個，它是一個不對稱的戰爭。剛才這個思敏告訴大家說，這個美軍動用了這個十數枚的飛彈，戰斧飛彈去攻擊這個伊朗的相關的設施跟島嶼。可是，一枚戰斧飛彈是150萬到200萬美金啊！它光打這一波，它的這個消耗掉的這個戰爭的費用就可能是幾千萬美元了。還不要講說，如果這個戰爭每天都教訓一次伊朗，這個美國的國力再怎麼強盛這樣的消耗下去，對美國來說也不是一個聰明的決定。可對伊朗來說不一樣啊，它可以用低成本的飽和式的打擊去對付美國，或者去消耗掉美國的這個防空飛彈的這個實力。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對伊朗來講，他好整以暇的在自己家門口用低成本的武器跟美國來做周旋，他基本上要在這個戰場上，他是占盡了優勢了。那你更不要講最後一點就是戰爭的韌性問題了。對，美國的人民有多少願意打伊朗的？美國人民現在反戰的声浪非常高，大部分人都不主張去打伊朗的。可是伊朗不一樣伊朗是全民同仇敵愾。大家看看哈米尼的喪禮，從7月4號到7月9號這6天的時間，經過了伊朗跟伊拉克什葉派的5個聖城，大街小巷这個萬人空巷的出來。大家出來哀悼，然後恭送哈米尼最後一程。最後預估說，經過了這5個聖城，走這一遭6天，大概有1500萬到2000萬的人甚至其中有很多民眾都是千里迢迢的，3天前、5天前就已經到那邊去等了。對，這就是現在的狀況。如果今天大家看一看，在哈米尼喪禮這6天裡頭，在現場的那個整個氛圍，看看英國衛報記者他當時的報道，現場是充滿着仇恨的。要跟美國討公道，要川普去死，這是全民的一種共識所以你相對而言，美國是一個全民都不希望打，大多數的民眾都認為這場戰爭是沒必要的。可是對伊朗來講，他們已經決定要跟美國這個一決生死，要分個勝負了。那麼在這種戰爭韌性之下，當然伊朗撐得下去啊。是好，沒有想到打了半天談了半天，現在美伊之間的第3場的這個戰爭再次起來那美國這一次強硬的打伊朗，當然伊朗也是以眼還眼的在做復仇，激起了當地老師剛剛特別看到了這個民族主義的激起。那我們也要特別關心到，在這一次的戰場當中，我們有就軍事面的2個細節來特別做一個剖析。首先是伊朗使用的這個武器叫做單向攻擊無人機，第二個是說美國這次打的格什姆島為什麼對伊朗這麼重要？這2項我們等一下請艦長來帶我們看。第一個，他使用的單向攻擊無人機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是不需要船員來去操作的，而且所以就不會有人員傷亡的問題。再來就是說，它裝滿炸藥之後就可以直接衝向目標，等於是一種自殺式的撞擊行動。這是第一個。再來第二個，為什麼美國要發射12枚的飛彈去打這個格什姆島？就是因為呢，它是可以控制荷姆茲海峽的一個重要戰略節點。它的地理位置在這個荷姆茲海峽的北口，而且在這邊呢部署了大量的武器裝備，當中包括了反艦飛彈、岸置雷達跟快艇基地，守住了這個格什姆島，等於就守住了20%這邊通行的荷姆茲海峽運油的一個量。所以艦長怎麼看這個2個問題？第一個有關於這個攻擊無人艇它的戰力，第二個有關於格什姆島為什麼美軍硬要把它拿下來，這個對於伊朗來說，還有控制整個荷姆茲海峽的命脈的重要性又是什麼？如果我們看到最新的相關的這一個有關於伊朗被攻擊的狀況的話，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張，也就是戰爭研究所所公布的。那如果我們看到這上面的這一些標誌的話，我們先不要管它的內容，我們就會發現一件事情：美國打擊的縱深已經不足了。他現在打擊的通通都是在伊拉克或者是科威特或者是波斯灣的一個邊緣，他已經沒有辦法打到這個伊朗的東側。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它的無論是預警機或者是無人機遭到大規模的這一個攻擊，然後美國現在也對於這個無人機或者是預警機的調派已經有一定的節制，所以它沒有辦法攻擊到更裡面的位置啊。那這是第一個。那第二個呢？為什麼？我們講到說它要特別攻擊格什姆島，我們看到它這一次所攻擊，我們看到所攻擊的大部分的這個郵輪的位置啊，通通都是位於這個阿曼的這個附近的海域。那這個海域呢，其實到底為什麼公布了？那為什麼攻擊這一個區域？我們在後面會進行更深入的說明啊。可是格什姆島為什麼重要？它有別於拉拉克島，或者更上面一點的霍姆茲島，或者是我們講到的亨甲姆島嘛。第一個，因為它的島大，然後它上面呢部署有非常多的這一些無論是有人或者是無人的小艇。那這些小艇呢，其實也就是对於這一個有關於郵輪被攻擊最主要的來源。所以為什麼美軍特別的攻擊這個格什姆島？最重要的，因為它沒有，現在它這個中央司令部還沒有公布相關的畫面。如果我們看到畫面的話，我相信我們就會看到它攻擊港內停泊的這些船，或者是這些小船才剛剛出來。因為這個就是我們之前講到的蚊子艦隊啊。對，這些蚊子艦隊大規模的傾巢而出的時候，哪怕是我們講到的阿帕奇這一種攻擊直升機上面加掛了滿滿的這一個地獄火飛彈，其實也沒有辦法一一的擊傷。那也就是說，它現在也就是我們講到的源頭打擊，它直接攻擊港內停泊的，或者直接癱瘓你這個港岸設施的，那促使着那實際上伊朗它的一個攻擊能力的降低。好，所以我們也看到這個是來自於美軍的攻勢哦。之所以要拿下這個格什姆島，另外一方面也是要掌握荷姆茲海峽。那最主要的源頭就是因為再不掌握荷姆茲海峽呢，我們看到國際油價啊，對於川普的壓力已經越來越大了。兩個重要的消息包括了国際油價在近期大漲超過4%。第二個是美國航空公司最新公布的5月燃油支出年增幅暴增了超過80%哦。這對於川普來說壓力非常的大。尤其現在夏天到了，又是旅遊旺季，這個國際油價的價格，大家也在持續關注，是不是會對川普的政治上造成嚴重的打壓？那楊老師又怎麼看這個問題？我倒是覺得沒有錯，他在7月10號開始在攻擊的時候，到現在為止連續3波，油價當時是71塊美元，其實降到了比戰前還略低，戰前是72塊美元。那一下子。在7月10號、11號的時候就漲到將近80塊，現在呢維持在79.5，以漲幅而言，將近12%，這可能是過去這幾年最高的一次哈，漲幅在2-3天之內。但是呢，它沒有再升高了，哦，也就是說，現在在6月17號他們進行瑞士和談之前，那個時候是將近93塊、95塊，然後在戰爭期間曾經最高來到120塊，現在呢？就等於是穩定在70到80之間，所以我是覺得，大概一方面哈，荷姆茲海峽，伊朗說是說，還是封鎖的，但實際上比在戰爭時候的完全封鎖要好很多。而過去的3個禮拜，將近2成到3成的船舶還是陸續的經過。那伊朗也知道，它完全100%的封鎖，那可能會招致就是更嚴重的國際上的壓力。那所以呢，美國也了解，所以我覺得現在慢慢的國際的油價跟這個就是他們持續的這種叫做這個戰爭邊緣的交火的長期化，慢慢有點脫鈎了，但是很緊張，因為我們的這個股市啊，油價還是有一點不穩定，對，哦，因為不知道會不會擴大，但如果它維持這樣子的話，也就沒有變成一個地面戰或者是全面戰，我覺得這2種都不太可能。那它現在變成一種消耗戰，然後呢，封鎖戰，還有一種叫意志戰，到底是川普的意志，還是穆吉塔巴，就是伊朗的強硬派的意志，誰能夠堅持的比較久？我個人認為，川普認為他堅持的比較久，但是我們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川普可能已經變了，
它隨時會變。因此，這個時候啊，我在看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倒覺得不單純只是在談判過程當中針對濃縮鈾啊，或者是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荷姆茲海峽的通過，這兩個上是最關鍵的。我根本認為，美國的建制派已經認為，在談判之後，不管這兩個問題怎麼處理，基本上伊朗崛起了，伊朗它對中東的影響力增加了，它對海灣國家的這些影響力增加了，伊朗對於荷姆茲海峽的這種掌控，直接間接就影響到它對海灣國家的影響，而連美國那樣一個軍事強權都戰爭打不下來伊朗對荷姆茲海峽的掌控，所以他現在基本上其實就要去持續的跟伊朗去拖，消耗它，避免伊朗真的在戰後或者是某種程度的協議達成之後，就快速的崛起，成為美國沒有辦法再次去就是說耗損的中東的強權。那這樣子的一個變化，其實對於美國在中東的地位、以色列的安全都會有很大的影響。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